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啊！这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前不久万代公司刚刚出品的这一款合金成品模型 MB 机动战士高达系列机动武斗传当中的神高达这一款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一部动画片我手上还有自己收藏的这一本都快包浆了的漫画书好几本已经找不到了，现在只能找到第3页。包括主角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所以像我以前一直玩机器人大战系列的游戏，每次都会把它当做主角机来使用。当然它除了这个包装以外呢，最外层也是有一个牛皮纸运输箱上面有这个魂商店的一个标识。整体的重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首先外包装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正面就是我们本次神高达的这个2个造型都是打开明镜止水的一个造型。这里是放一个必杀技应该是记得没错的话是 Go to Finger 侧面标志性的这个动作东方不败也喜欢这个动作。好，然后背部就是整个的一些配件的一些造型实际上呢，整体的一些武器配件不是特别的多。OK， 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内部包装现在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的话呢，我记得没错，大概是在2000出头2100左右。个人感觉这个价格还可以，但我觉得后期的话应该还是会往下面降一降，不会那么贵。让我们来拆开，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东西首先产品说明书一本然后这个是真的非常大一盒，2盒就是它的这个配件。好，这边就是一个地台。好，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体。这次主体竟然没有给泡沫棺材板，给到了直接是一个塑封。这是我第一次见我开了也挺多 MB 的一个产品的，这一次是第一次没有用泡沫板来做。OK， 包装方面就是这么多。现在我们就把主体拿出来看一下，本次 MB 神高达的这个主体效果究竟感觉怎么样？OK， 本次我们主体就已经拿出来了首先它整个的这个漆面的还原度、涂装，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这一颗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然后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漆面不像大多数的这个 MB 产品它很多都是漆面会有一些什么中奖一些地方，但是我现在这一款整体观察下来都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重量方面也是一般，没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沉整体质感也是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肩部的一些涂装铭文刻字包括胸部直到延伸我们再往下看前裙甲这一块也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这个呢，相较于我感觉看了其他的测评里面我这个好像特别松，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这个脚这里这一块，相对来说这个会比较紧，这个比较松。我感觉 MB 的产品的话，实际上每个人拿到手上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一样整体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在没有装上其他配件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一款主体让我把玩下来还是起码7分有吧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些可动的一些地方首先前裙甲都是有这两边的一个展开结构，像 MB 的产品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小抱甲的一些结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侧裙甲的话，它有一个往外拉伸的一个地方，看到这2块可以去拉伸一点，然后去做一些
腿部的大面积的一些动作。小臂甲这里啊，手型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关节可以联动，可以往下掰啊，放大招的情况下，然后这两边的这两个爪子也是可以单独的去给它展开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的。手的关节也是可以去移动。肩胛这里啊是没有任何的展开结构的。让我看一下胸部啊，我们可以展开两段，看到内部的一些细节啊。现在灯光下呢，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啊，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节涂装，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挺还原的啊。然后包括肩部的这个火神炮啊，它也是可以去展开的，但是呢，稍微需要有点指甲去给它拨动它，而且这个真的是很紧。非常紧，如果你没有指甲的话，就只能拿一个小镊子去扣动它了。拉开来了以后，啊，会显示出来，合上也比较方便。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头雕这里啊，这几根真的是非常薄，把玩的时候真的要当心啊，或者是你在把玩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的话，真的这些包断，没有任何的一些意外啊，肯定会断的。然后它的腿部下方也是有一个抱甲结构，我们看一下，从这里这一块，我们给它拉开，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喷口啊，也是有细节还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紧的，没有什么问题，左右两边都可以展开。其他的话呢，就没有过多的一个展开结构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第一开始以为它的这个前裙甲是可以往外拉伸的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拉伸结构在里面，相对来说还比较松啊。然后看一下后裙甲啊，也是可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这边就没办法再往上抬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常规的它的可动啊，首先头部可动的话，因为有两边的火神炮的一个干涉啊，只能左右，抬头幅度也一点点，低头也是没有的。头部可动的话，因为一些干涉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较差的。然后看一下手臂的可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肩胛是可以往上抬的，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这一块，看到吧？小的肩胛这一块，包括这边也是可以去展开。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合金结构，后边这一就没有办法去活动了，它是固定的啊，没办法去动。手臂可动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在摆动的时候真的当心一下这里啊，当心一下你的小天线，关节非常紧啊。前倾角度也是有的，但是每次前倾的时候你需要调节一下它的这个肩胛，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手肘部分啊，这一次这个真的非常紧啊，哎，手肘可以平折啊，非常不错。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往侧抬啊，幅度也是比较大，大臂也是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啊。然后看一下胸腰的这个可动，首先它这次每次动的时候啊，都要非常小心，而且这个真的很紧啊，掰的时候最好把两个前裙甲掰开，然后再去活动啊。实际上它靠的是这个腰部的这一个地方去给它弯曲，看到吧？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胸部的话，实际上没什么可动，360度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你没有去把其他的配件拆下来的情况下，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左右侧腰啊，幅度一点点，不多啊。腿部可动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在你去调节一下这些位置了以后，没有任何问题。膝盖这里非常紧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金属结构，而且这里是有一个小弹簧在里面
再去把它还原，需要一点力气啊。然后脚掌部分的话，左右幅度很紧啊，前脚掌两段式，往后也可以引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再往后稍微掰一点点，幅度不是特别高。每次如果你掰的幅度大一点的话，这一个球形关节就会掉，看到吗？很容易掉下来。不过问题不大，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拆上去，装上去。本来就不是很紧啊，这个东西啊，给它扣上去就可以了。侧踢，我们看一下，去把侧裙甲往外掰了以后，我们再这样抬，而且里面会有一个结构，看到吧？联动机构啊，把玩起来挺费劲，整体感觉还可以，但是呢，没有让我玩起来那么惊艳啊。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多一点的爆甲机构，而且本来 MB 的话呢，相对原作的机体都会有一些些的小改动，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啊，稍微可以多翻一点，但是里面的内构啊就会少很多啊，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涂装的一个内构。OK， 主体方面的话呢，就差不多啊，介绍到这样了，整体感觉还行啊，也没有让自己很惊艳。现在着重就要看一下它的配件了，因为神高达主要还是把所有的配件，特别是背后的东西装上去以后，才能感受到它的帅。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OK， 配件我们就已经拿出来了。现在先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啊，这个是非要看的啊。首先呢，它所有的配件展示啊都在这一块，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可动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这次的可动呢，确实啊，相对来说的话呢，一般啊，只能说一般。但实际上在动画当中啊，神高达这个可动实际上是挺猛的。这里做成成品模型以后呢，稍微差了一点。然后核心机的这一个展示，还有装载光剑剑柄的一个放置的位置。好，然后一些可动手臂，对不对？然后火神炮啊，胸部，然后腿部，最后呢就是这个支架啊，反面就是一个支撑背后日轮的一个配件，展开搭载上去。然后这一面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下的核心机啊，它这个翅膀啊是可以去替换的，看你喜欢啊去换哪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上面会有武器的一些配件啊，比如说双节棍的一些配件啊，然后再看到这里还有一把关刀啊，上面也会附赠这个特效件。这些配件的话呢，都可以自己去拆掉啊，然后去组装。但是拆的时候呢，建议去看一下说明书，千万不要损坏了啊。一共就这么一些东西，我们现在一一来看一下啊。首先，传统的核心机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角就是坐在这上面的。它一共是可动方面啊，先转成正面，然后去安插在它的这个背部。后面的喷气口啊，涂装啊也是比较精细，底部这里也可以去转动，然后3片都可以展开，看自己喜欢这个位置。下面还可以去拉伸，顶部我看一下啊，也可以去拉伸，整个的这个松紧度还行啊，不松，起码你在全部展开了以后啊，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基本上已经准备爆大招的时候了一个状态啊。整体的这个尺寸还是挺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装在主体身上以后啊，安装很方便啊，就通过这个去给它抠上去。哎，听到咔嚓的一下可以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尺寸，在你全部把这几片全部展开了以后，还是挺大的啊。而且后面还没有装上其他的配件，是吧？这个还是动画当中的一个样子。另外
两边的这个替换键，相较于原著来说的话呢，会更夸张一点，但我个人觉得也是挺帅的。插拔方式也比较方便，给它直接掰开就行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一对。整体的样子，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命运命运高达的这个背部，有点像这个配色，对吧？替换方式也是比较方便从这里给它掰开，而且实际上挺轻松的然后我们再给它插上去，替换方式还是挺便捷的。装上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它一样可以去展开3段，对吧？这一些你看得到的实际上全是武器配件我们可以去拆下来，按照说明书就比如说这里，再去通过其他的一些连接器把它变成双节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边的话呢，也是可以去拆下来，拆下来了以后，从这边掰的时候要当心千万不要断了，它这个还是需要一点巧劲。我这个还比较难掰。从这里抠出来，转出，再从这里卡进去。这边的话，中间的连接器会比较的脆所以当心一点。这就是关刀的一个主体，当然它还要佩戴上这一个特效键这特效键的话，你中规中矩，这个涂装有点板，扣上，一共有2把这是第1把然后另外一个特效键就把它拆下来组成第2把然后当中这几片全都可以拆下回装的时候要按照它的顺序千万不要给装反了可以通过其他的连接器，比如说这个，对吧？上下对准，看你想怎么连都可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自己去，对吧？组装一下或者你可以再去给它延长，当双节棍也行当长棍也行就这个样子。当中这一个呢是一个软胶材质所以可以去折，没有任何的问题涂装也还可以，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把武器配件全部隐藏起来的话，这个把玩性也会有所提高，对吧？好，接下来就是2把光剑的剑柄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亮点插上2个特效键这个特效键的话，我们来细致来看一下这个涂装，反正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有点奇怪。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头雕上面这一块如果你坏了的话呢，它会给到你一个补件内部细节涂装也是有，可以看到反面的话也是有一点的。好，接下来就是手型首先这是中文名叫什么？爆热神手指，对吧？我小时候都叫它黄金手指放大招的时候。好，然后还有这一对，这次呢是没有给到你这个可动手的然后是握持武器的手型。然后又是一对造型手然后这边也是握持武器的手型包括主体手上的一对握拳手然后最大的一个配件来了，就是这一块背后的这个日轮，在灯光下闪的真的是挺漂亮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像那个星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带一样很漂亮，而且很大。我们来看一下，把主体做一下对比，对吧？如果你放在展示柜里面的话，这个还是挺占空间的这个要你自己来看了。它而且是必须要通过一个支架去给它支撑，而且还挺沉。好，然后最后就是我还没拿出来的这个经典时尚小垃圾地台没有任何特色依然是这个样子。然后
下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日轮的这个连接器，在这一块地方。这个我就不打开了啊。这个地毯我觉得除了万代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啊，依然是这个样子。然后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我们把这一些还原上去啊，还有这一边啊，也是可以去拆下来的一个武器配件，但是拔的时候要当心。然后我们来去把这个再重新安插上去啊，它这个插上去也是对准这个口子啊，不要去插反了，因为长短不一样。如果你插反了的话，就会像我一样有点奇怪啊。我现在只是稍微进度快一点啊，直接就随便这样安插了。然后顶部这一段重新把它给剪开，折叠上去，这个卡扣要卡进去啊。最后再给它顶上。我们把这个翅膀装在背后看一下效果。啊，这个效果实际上也挺帅的啊，看你自己喜欢，反正两个都可以搭配，对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原厂的那个啊，原著的那个比较帅一点，再配上这个特效键，整体感觉还行。整体把玩到现在呢，我个人觉得也不是让我特别的惊艳啊，就是在出货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预定的时候出官图的时候，我觉得挺帅啊，摆的造型啊，官图摆的造型也是挺可以的，但拿到手上也就这样吧啊，也可能是我最近已经对这种成品的高达模型啊没有那么的感冒，但整体效果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作品吧，7分啊，能给他我自己最大的诚意了，我的情怀就值7分这么多啊。OK， 本期老李头视频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